大家好，我是金博，我们来看一下比特币盘面的一个走势。那昨天我们在这边就已经做出它的一个猜想嘛，就是它如果是继续下跌的话，那它没有回到这个平衡线，那它肯定会走一个下跌的一个情况。那但是实际上它的一个走势呢，是在这边进行一个强烈的一个再次下跌，没有去突破前面的高点。那也就是说，它在这边就已经要放弃这种它的一个下跌的一个情况。那现在它又回到这个均线之上，那我们就又要考虑到它这个上面均线测试的一个这么一种可能了。那一次、两次、三次，那会不会来第四次？这个做法呢，和我们这个之前的这个大三角是还蛮像的。一次、两次、三次、四次，你看到没有？它在这边也做了一个，我们把这个截图截一下，是不是？它在这边，但是它这个量能就比较小，还有点类似。那可能它也在这边再去测试一下，也有可能的，对不对？那我们就要等待。那整体的力度的话，现在是已经偏下了。我们来看一下。整体的力度，它的趋势呢已经在下面了，也就是说，它现在还没有真正意义上去突破这个上面，那可能还在上面一点，也就是说63500左右才是它的一个趋势人的一个转变。当然了，也就是在均线测试，如果它在均线测试有一段时间的停留，那改变它的一个趋势。现在的话，昨晚包括我们昨晚的一个预示也是往下嘛，那现在它在这边还是没有去突破这个，所以说它整体的一个走势现在仍然处于一个向下的这么一个过程中。那至于它今天能不能在这边，进行再一个测试，我们就等一下，就很快能出结果了包括向上和向下，我估计也就在这一两天会出现一个结果，然后走一个较长的一个形式。好，我们看一下新闻方面，这两天的话，主要还是在这个伊朗这一块，我们昨天也说过嘛，其实它的一个坏消息对我们来说其实是一个好消息，但是呢，就是由于它这个时间比较久了，那各方面这种压力啊，它肯定美国方面它还是想尽快的去解决这个矛盾，因为特朗普反复多次这种发推啊，已经不怎么起作用了，就是大家已经一种麻木了，甚至有一点厌恶了包括我们做交易也是的，就是呃嘴上说的已经不管用了，那它可能会带来一些实际上的一个结果。那这次伊朗这方面的话，他如果是敢于和这个美国方面进行一个拉锯战，那我想肯定也有一定的考量，对吧？他不可能去毫无准备的去和一个大国或者是一个强国去做一个敌对关系。好，这几天大致的一个新闻上就是这样，包括美国的原油也是，它已经耗尽了很多了，那所剩的原油也不是很多，它的储备量也不是很多了。那我们看一下最近这个以太坊吧，以太坊最近的话，其实它的流入量是走的比较不错的，那整体走势是最近是要好于这个比特币的。那长期以来，我们自从
2023年吧，就还是以比特币为主。那现阶段我觉得可能要改变这个走法了，它可能是要走这个大周期的一个上涨行为了，它可能在这边已经下去了。你看多次下去，它的一个量能的话不是很大了，也就是说，它在未来的一段时间，那我们可能要考虑到它的一个积累。它最开始也是900多嘛，我们当时那一次应该是在这附近。那它其实现在也就是1倍，那这么多年呢，1倍的涨幅，我觉得，显然是不怎么符合的。以前的话是因为它的一个机制内部的一个机制，我觉得它是远远对于这个比特币ETF 获批这种性能肯定是远远要低于它的效益。那整体的这几年走势来看的话，其实以太坊还是没有走过。那现阶段技术的发展，人工智能，因为比特币它终归还是一种比较老的一些技术，那未来一段时间，特别是人工智能的发展，我们可以考虑以太坊，因为它是可以升级，可以和这个比特币作为一个更加防守性的一个交易对象了。那我觉得大家也可以尝试一下买入以太坊，慢慢买入吧。当然，最近时间呢，它也在做一个调整。那如果你长期来看的话，我觉得可以分批进入了，就是以太坊。好，其他的基本上没有什么，新闻方面也没有什么可多可讲的了。那我们再看一下热力图上，它也是这个上部分还是有的4万多，那它估计还是要到4万5再上去一点嘛，4万5，也就是说它还可能会在4万5以上这附近再去来一波突破一下，是这么一种情况。那啊、如果它今天再跌破的话，那我们继续就结束这种上涨的一个思维了。好，今天就说这么多，感谢大家收听观看，感兴趣的可以点赞、关注、评论、收藏，谢谢大家。